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，我想先问问荧幕前的你，会期待一个怎么样的情人呢？时时刻刻体贴照顾，懂你疼你，最好是还没开口的时候就能送上你最需要的各种物资，在你生气拉不下脸的时候，知道退让，给你做个台阶下，完全照顾你的各种不安全感，捧你在手掌心上呵护。醒醒吧，这不叫谈恋爱，养条狗比较实际。OK。Hello guys， 我是 Neko 喵，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。你有没有听老一辈的人常常说，不要太早谈恋爱？我学生时代就听过这句话，原本以为是恋爱会让人分心，那某部分确实是啦。等到我这个年纪回首去看过去种种心碎往事，我才知道不要太早谈恋爱。这个建议最中肯的地方是还没有成熟的心智去面对爱情。爱上一个人很简单，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爱跟生理反应可以画上等号，心跳加速，掌心流汗，某些地方站起来，某些地方开始潮湿。我是说立正站好，哭着找到真爱咯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开始谈恋爱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，不可能一天到晚站起来潮湿，势必还有些柴米油盐酱醋茶。相爱容易相处难，难在期待落空，难在两个人想法落差，难在我知道我应该要相信你，但是我真的放心不下，所以会夺命连环call，偷看手机，时时刻刻查情，并且把这份错误怪在对方身上。谁叫你让我不安？著名的人类发展学艾利克·艾瑞克森曾经提到，孩子在2岁前的发展阶段是安全感养成重要时期。如果这个时候主要照顾者能够回应孩子，让孩子感受到，这个人会来照顾我，他不会遗弃我，那么这个孩子会比较愿意相信这世界是安全的，我值得被爱。这也是心理学家约翰·鲍勃提出的依附理论的原型，后来由玛丽·爱因斯沃斯发扬光大，将依恋关系分为下列3种：1. 安全型；2. 回避型；3. 矛盾焦虑型。重申一下，所有这种心理学的分类几乎很难100%把一个人放在某一个特定的别类里面，很可能你是安全型，但面对冲突的时候就变成回避型，诸如此类的。可以请大家参考我之前做过的亚斯伯格症的浓度感，大概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这里我会针对焦虑依附和回避依附这2种类型做更进一步的介绍。焦虑依附的人在关系中会比较需要确认对方跟彼此感受的关系，这类型的人通常比较能感受情绪的变化，常常是看起来比较积极努力的那一方。吵架的时候，这类的人会特别需要讲清楚，而回避依附形态的人，过去的经验让他们比较相信自己，不太习惯求助或表达脆弱，面对自己的情绪很难讲清楚，更别提别人的情感依附。所以在面对吵架的情况，他们会选择不说话或者回避。所以如果焦虑型跟回避型吵架，就会出现小狗追着尾巴跑的状况，就会让焦虑型的更焦虑，让回避型的更痛苦。那么什么是焦虑呢？学者约翰梅尔试着描述这个情绪，涉及对危险、威胁和苦恼的一种强烈预期。个人虽然想要努力克服，但在那时却是无能为力的。焦虑除了是一种心情上的负担，同时也让自律神经系统活动、肾上腺素及血压升高，不只容易引发脾气暴躁，更直接影响消化和睡眠。但焦虑不完全是坏的，它会比我们准备的更充分、更积极的面对考验。只不过凡事过头都不好，焦虑过头就会引发强迫行为，例如伴侣之间的其中一方很没有安全感，脑中一直想着他会不会对不起我，随时夺命连环call，然后呢就会暂缓这样的情绪。这个行动虽然可以暂时解除情绪焦虑，但是治标不治本，而且对方还会食髓知味，今天打10通，明天打20通，等到惊觉大事不妙的时候，已经有70通未接来电了。我知道这个行为不好，可是这样能让我比较好过。这种行为其实比较像是在消磨彼此的爱情。当你越怀疑对方，怀疑自己，焦虑会越大，就越需要对方来证明自己，或是控制对方的行为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会比较难遇到这么极端的例子。
下列我举书中的一个故事：情侣吵架后，男生一言不发，一直打电动，女生不可思议地看着男生。你不想谈谈刚刚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你总是这样？好像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。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？如果刚刚不小心让谁对号入座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难发现，焦虑型情人对上回避型情人，好像逃离现场总是显得冷血一点。但事实上，在面对情绪冲突的时候，回避型情人的内心是非常波涛汹涌的，甚至太多情绪需要处理，所以只好转移注意力到能够用理智分析的事情上。有人选择电动，有人选择小说，有人直接逃离现场。面对情绪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于是选择情绪隔离。这类的人常常被要求要对别人的情绪负责，由于过度敏感又无法让自己感受好一些，只能选择关闭自己或逃跑这样的方式面对纠纷。其实，在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，最关键的是要试着建立情绪界限，即使这很不容易，毕竟对方是你很在乎的人，自然而然你会想要替他所有的情绪负责任。不只是伴侣，很多时候亲子、朋友之间这样的界限也没有距离。我们会心疼对方替自己牺牲，很可能因为这样导致一些罪恶感，所以用一些比较别扭的方式表达，意外这样伤了对方的心。最常见的例子是听见咳嗽，外国人表达关心的方式是怎么不去看医生？台湾人表达关心的方式是咳就知道咳，家里是穷到没钱给你去看医生的，是不是？妈，有时候我正在想，这是不是文化差异了啦？当我们练习建立起伴侣间的情绪界限，不承担对方的情绪责任，我们才能好好感受对方的好意，才能坦率表达我们对伴侣的感谢和爱意呢。于是我们回到影片一开头，不成熟的恋爱会无止境的追求无条件的爱，甚至在父母身上得不到的，会希望从伴侣身上得到。我们会把对方放在一个近乎偶像的位置，一旦发现对方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，就会被失望和难过掩盖，然后抹杀他过去种种的好，立即被失望淹没，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理想中的伴侣。你觉得你可不可以不论何时都理解、接纳对方，重视对方的需求，重视对方的感受，以及你是否可以这样对待自己，理解接纳自己，最重视自己的需求，尊重自己的感受？如果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，你又怎么能期待另一个人做到连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呢？要开始谈恋爱之前，你需要先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，并且也相信这段关系，练习说出自己的感受，并练习给对方一点呼吸空间。谈恋爱并不是把对方当成宠物困在身边就是爱情。最后，请让我引用书中一句我很喜欢的话：当我们学着不要这么保护自己，表示我们从追求被爱到练习爱人的阶段了。我知道你或许有能力让我受伤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，因为你的快乐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，是我在乎的事情。爱就是这样，从勇敢中逐渐淬炼成为更美、更强壮、充满信心的力量。以上是周慕姿的关系黑洞第1章几乎完整的内容，几乎了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试着把一整个章节浓缩在这几分钟里面，稿子删了又写，写了又删。感谢王真勋小猫的推荐，这本书真的看得我欲罢不能。后面还有跟家人关系的不安全感怎么协调，以及怎么面对自己的不安全感，我真心建议大家这本可以收来看，2020必读推荐。如果这一支影片喜欢数超过3000，我就接着继续讲这本书的后半部分，要怎么跟家人相处啦，以及要怎么面对自己。老话一句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，也可以用加入按钮，1个月75块钱支持这个频道继续运作下去。我们下个星期二同一时间说书时间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我甚至觉得它比市面上很多那种在讲两性关系的书讲得更透彻、更到位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安全感这件事情，等到它一点出来之后，我就觉得，对耶，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不安而已。我们只要解决自己心中的那份不安，很多事情其实都能迎刃而解。所以2020必读推荐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快我就可以看到一本这么棒的书，真心感谢小猫推坑。
那如果你也想要推坑我书呢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只有频道会员才能够写那一份推荐书单。